Ah, hurrah! La fin du monde a été reportée. Let's go, Snowy. We have a lot of paths to go. We gaan naar de enige plek waar we een antwoord kunnen vinden. 每一本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泛黄的斑点和折痕，都在叙述着生命故事，仿佛与千万人相遇、擦肩，既安静又喧哗。Books are knowledge. Each book is a story. On a toujours autant d'informations sur le livre qu'on en a sur l'Internet. Le livre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moi. They bring me in different worlds and to live several lives and still be in the same place. Sometimes you get stuck in your own opinions, and a book can take you out of it. 这回镇乡之宝来到欧盟的行政总部——西欧国家比利时。比利时与4个不同语言的国家接壤，北部的人讲荷兰语，南部的人讲法语，语言一分为2，相当独特。比利时有名的除了巧克力，还有几号来自书中的人物。蓝精灵最初的版本是漫画。65年间，占据卡通、电玩和玩具及主题游乐的市场份额，市值惊人。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翻译成70多种语言，至今销售至少2亿3千万册。粉丝跟着记者丁丁和小狗白雪到世界各地揭发黑暗，宣扬正义。从1929年到今天，马不停蹄。欧洲人爱看书，可是比利时不算书虫之国。在18个欧洲国家的阅读人口排行榜上，只排在第13位，每100人只有不到8个人有阅读的习惯。我小时候其实一直很想颠覆大人说的一句话：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以后来我自己办读书会的时候，我要改变人们的这个想法。杨君伟要去南部一个叫雷杜的小镇，以书本多而闻名，是世上第2个受国际书镇组织承认的图书小镇。我自认是个阅读大使。当我想到会来到欧洲的这一个书镇的时候，我其实蛮期待，但是我也很害怕，因为我很害怕看到书的老去，或者是别人的唾弃。如果连很有文化气息的欧洲小镇都慢慢的放弃掉书本、书店，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会多一点绝望。雷杜人口只有400多人，书镇最鼎盛的时期有多达约25、26家书店，密度非常高。感觉我不是来到一个小镇，它更像是欧洲的一个偏远的地方。教堂就是这整个小镇的中心点，周围看到的也都是一些矮小的房屋，都用砖块或者是石头搭建而成的。但是这个地方环境静谧，人烟稀少，不出声的话，就只有风声而已。是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地方，但我也就更好奇了，没有什么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多间书店呢？真的有这么多人看书吗？那这些书真的有人买吗？The Atlantean Crazy Castle， 我听说这家书店的店主是这个小镇里头最年长的一位。太好了，这么多本2手书就这样子摆放在这里，有点凌乱。Pay here, please. Merci. 哦，书本里面有写价钱。那喜欢的话，就拿了书之后，自己把钱放到这个桶里头去。完全靠信任哦，好了不起。Bonjour, madame.
Bonjour, monsieur. MIB 是国际书镇组织第1届的主席，是荷兰人。当初和各国的书店主人联合创立国际书镇组织，是想鼓励二手书店走入乡村，带动乡村的经济。很多外地人就被吸引到雷杜来开店卖书。I was told to look for the oldest bookstore owner. That's me. That's you? You must be much younger than you think you are. I think reading keeps you young. Wow. I hope so. Then I need to read more. You see art. 快80岁的 MIB 从荷兰移居雷杜31年了。年轻时主修文学，退休前是位教师。他的店楼高3层，楼梯和栏杆使用在地的木料。有人跟他说，这楼梯很像《哈利波特》电影里头会移动的楼梯。MIB 博学多闻，会把话题延伸开来。And there's a famous Dutch artist, Escher. This structure would remind people of that Yeah. artist too. He was very difficult at school, and that's why he knew the stairs so well,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he had to stay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书店1、2楼卖的是法文、荷文和德文书。比利时人特别喜欢战争题材的书籍。雷杜所属的地区是2次世界大战的兵家必争之地，大家有切身的体验。另外，他们也追看侦探推理小说。不知这跟英国推理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神探波洛就是个比利时人有关系吗？ For books. Oh, that's like a treasure box. MIB 是书镇的发起人，眼光相当宏大。他将整个3楼用来贩卖英文书，是全镇唯一的一个英文书籍专区。目的是要把到比利时参加国际会议的各国人士都吸引到小镇来。 Gotta keep it tidy. Yeah. Yeah, you seem to like this level very much. Yeah. Is it Of special course, for you? it's my baby. This is your baby. Yeah. I always liked English literature. MIB 的节奏让我感觉就像是这个书镇的节奏，不慌不忙，悠哉闲哉。可是它也有它自己的幽默感。You have a lot of romance books, novels. Yeah, but they don't sell anymore. Really? Women are wiser nowadays. I'm very proud of it. These A two first edition of Dickens. First edition of Charles Dickens. 1865年第1版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如果是原装的，价值可达数千元。 I'm sorry, this book will be gone by the time you go downstairs. Well, and I still have Another copy? The first volume. Oh. So without this is worth nothing. You are so tricky. 爱书的人多多少少有些个性，有些书店主人甚至只在周末开门营业。军委下一站是要去找镇上最古老的其中一家书店，1985年开张。这家店的卖点是宗教和历史风俗的书籍。店主曾经为一家天主教大学记录和处理藏书，在这方面有学问。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Je m'appelle Danny. moi je m'appelle Paul. Paul! This looks very old. Oui, mais c'était l'écurie des vaches. 雷杜以前是典型乡村，居民耕种、养牛、养马。 Oh my gosh! Are these printing presses? Oui, oui. 老先生卖书之余，还经营一家印刷博物馆。疫情之前，有好多学生来参观。一台机器是一家信托基金会送的，其他的他自己买。印刷机是15世纪德国人的发明，据说以前用人工1天能印上40页，有了印刷机，一下子能印3600页，传递知识，促进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社会发展贡献巨大。
这是比利时建造的第一台印刷机。This one， 哦，我突然间想起了我以前在课本上面读到第一台印刷机，现在从课本中跳了出来，活生生的就在我的面前。整个动作要非常的利落，左手把纸张放进去，然后用脚踩，右手把它抽出来，然后就是一张一张这样子的卡片就印刷而成了。老先生继续示范古代人怎么裁切书本。哦 ，Really？ Oui. 这是1891年印刷的书哎 ，And you're gonna cut it？ 看。Ah oui, non, c'est pas. J'en ai des dizaines. 哦。这是政府出版类似行政报告之类的东西，价值不高。书本装订之后要一本一本的切，目的有2个：一是使书本整齐，切书第2个作用是要把书本打开。印刷的时候，其实很多纸张都是粘在一起的，要把它切开，能够阅读的话，其中的方法就是要不拿刀一张一张这样子切，要不然的话就是比较利落的，一刀下去真的就把所有的纸张都切开来了。Do you feel that your museum adds on to the magic of Frédéric being a book town? Ah, je pense, oui. Les gens sont intéressés parce qu'il y en a beaucoup qui viennent uniquement voir le musée. Et donc, ils rentrent par la porte là-bas. Do you see this museum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Non. Non. Non, parce qu'on a mis à vendre là-bas, parce qu'on n'a plus d'écoles qui viennent. Voilà, on se sent un peu vieux. 老先生一会儿拿出一本1513年的书，一会儿又抬出一本1747年天主教的圣歌集，告诉军委僧侣们如何在烛光下唱出流传至今的葛利果圣歌。Gloria Patri. Oui, oui. Sicadetra. Can you sing? Ah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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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雷杜这个小镇以书本温养着爱书人，他还藏着古书，将历史静静地维护着。问题是，全球阅读人口普遍下降，雷杜的爱书人要如何逆转乾坤？雷杜是一个公元9世纪就存在的比利时小镇，镇上住了一群不寻常的人，既不懂得养牛养马，又不会农耕，可却乐得跟千古的智者对话学习，将人类的智慧通过书本流传下去。这10几个人在5条街的小镇开了12家书店，镇乡之宝就是成千上万的书。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小镇，我发现我可以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地方，更适合独处。雷杜变成图书小镇，当初谁也没有料到。1984年4月复活节的周末，有人在比利时南部举办一个2手书展，地点就选定在雷杜。400多人的小地方，那3天迎来15000人，在媒体爆红了。外地人发现这地方好像跟书颇能呼应，也许地点适中，也许气场相近，于是纷纷过来开书店，一度多达26家。不过这番光景只耐了20年，店家老去，无人接手，加上阅读风气不如以前，书店一家家关门了。2015年情况很糟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过来游玩，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砸下一笔钱，顶下一家惨淡经营的店。这家书店的空间特别大，而且光线很明亮，感觉可以很自在的到处看书找书。
听说店家夫妇个性完全闲不下来，他们1年有4个多月在这里开书店，其他时间在非洲肯尼亚继续原有的工作。先生从事媒体，太太在一个国际组织上班。在非洲，他们一直转换居住地点，没有永久的家。What made you choose to stay on in Redu? We came here after long travels abroad.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settled somewhere, but there'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village. Being accepted in a certain community,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events around the book town. If you move so much as we've been doing, there's never a home. And so to call a place a home is actually quite special. 雷杜的书店现在只剩下最鼎盛时期的最多1半，于是夫妇尝试注入一股新活力，利用店里的空间办活动。A few years ago, we had a project on trees, Danny. We had a poem walk around, and so we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to also in the house have references to trees. It's in a Flemish expression. It says you can bend a small branch, but not an old tree. That's a wonderful line. There's many threats to this community. Financial threats. I mean, is this going to survive? Are books going to survive or not? It's a big question. Should we transform it like we are transforming how you deal with literature? Create maybe a concept that serves as an example. 夫妇复兴书镇的方法是在书店附设小咖啡馆，并以无限热情接待每一个来的人，提升他们找书看书的愉悦感。Do you get people coming in and asking, do you carry this title? Do you have that book? A lot, and then sometimes we find it and sometimes we don't because we don't make a list of books we have. The charm of a second-hand bookshop is the book finds you. You don't find the book. We have 4 big rooms. 在他们的书店里头走动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寻宝游戏。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转角遇见哪一本书，认识哪一位作者。今天街头诗展的举办人到书店里来。And you work together? The two of you? Yes, you work yeah, together? well, they're a couple, obviously. Yes, yes. But they work well together in literature, yes. Poetry? How do you say it in French? Poetry? Poésie. Poésie. 我这一次在雷杜真的感受到镇乡之宝，不一定是摸得到的书，而是这里的爱书的人，这里爱书的人散发的温度，这些可能都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但如果你用心，就会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尤罕和太太还有一个吸引人看书的方法，就是每星期4天开放楼上的3间客房，给客人包吃包住。Actually, we call it B&B because it's bed and books and breakfast. In every room, we don't have a televis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like quite a collection of books. I recognize Paulo Coelho. Yes. Just in Dutch, is he okay? Ah, Murakami. Yeah, we do some Japanese literature as well, obviously. Okay, welcome to our other room here. I like the layout. 这房间曾接待过比利时最有权有势的爱书人，已故比利时国王 Baudouin 和王后。原来他俩喜欢古书，从附近的皇家城堡微服出巡到雷杜找书的时候，会租客房来休息。那是很久以前，尤罕无缘见到。不过国王也没机会看到现在的厕所啊。尤罕将非洲造墙的方法用到这里头。哦，这墙面是用泥土铺盖上去的，它其实很有质感。你看，摸上去可以看得到这些稻草就在里头。这墙面的泥土，它其实有吸湿气的一些作用，就不怕浴室里头太潮湿了。下来几天，尤罕会忙到天翻地覆，客房都被预定了，甚至雷杜周边的住宿全部都会被抢订一空。
这是因为居民打算办一个文学嘉年华，号召天下爱书人统统相聚在雷渡。小镇举办文学活动已经快40年，从传统书展进化到多元媒介。军委也是举办文学活动的各中好手，不能只在一边观看吧。当我知道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个跟朗诵和阅读有关的庆祝会的时候，我自己是特别的兴奋。The festival is a spoken word festival. I was first trained in radio, same as you. Yes. Yes. Yeah.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try that? Oh, Reall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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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Absolutely. All right. Let's do it. Right. 虽然我不知道可以朗诵什么，可以表演什么，这里主要是用法语进行沟通的嘛。那我没有办法用法语做表演。要表演什么还没想到，军委就被镇上的一位大叔和他的孙女载到一处荒山野岭，像是要采一些东西。Voilà, tu vois, on va découvrir un petit peu la zone qui est très importante pour moi. J'ai mon ami là-bas qui travaille, là, tu vois, dans ces plantations. Tu fais ça. 在拔干花干草的时候，其实还要蛮注意的。Tu vois? Et on arrache, tu vois, tout doucement. 把其余的一些杂草要拔掉。Like this. Voilà, ça on. Voilà. 这只是暖身的动作，更劲爆的还在后头。No! Si, Danis, c'est parti. 这又要再来过了。比利时小镇雷杜的镇乡之宝就是书，书本包含从古到今的一切博大精深，满足人们好学、好奇和好玩的心。感觉在拥抱历史，我可以听得到那个纸张的声音，它是比较厚的。这就把军委的注意力拉到书的基本材料——纸。现代纸张大多是用木料制成的。可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用棉来制作纸张。棉纸耐用，所以许多百年古书状态良好，不褪色、不腐坏。雷杜有一个棉纸制作坊，这里特设展示空间，展出负责人的个人收藏，也用来显示棉质纸张的各种妙用。除了用来书写，耐用的棉纸还可满足其他的使用功能。之前带军委去采花的是雷杜的造纸大师 Rene， 他坚持雷杜的手工纸要加入雷杜的花。他说大自然会指引他该用哪一些花。Je dirais qu'il y a quelqu'un qui est derrière moi et qui me dicte. Vas-y, tu peux faire le papier avec ça. Je suis connecté à la nature, c'est tout qui vient tout seul. Il y a tout qui s'enchaîne. C'est voilà. Rene 用的是进口的天然棉。这只大桶里头都是棉花，你看非常柔软。用棉花造纸是比较后期的方法，更早以前人们用的是棉布，将废弃的棉布加热加水，敲打成棉浆来造纸。搅动棉浆，使棉的纤维先自然松开。老师在水中加了一点点的胶水，还调整了酸碱值。蛮不容易的，因为这水箱其实蛮深的，然后在滑动的时候呢，感觉很像是在划船。这上面有小小的洞，可以让棉花透过，那它就会比较均匀，然后散布在这水箱里头了。造纸原理很简单，要做得好却是不容易。Rene 充满活力。我觉得他也知道我听不懂他说的每一句话，可是他就是坚持滔滔不绝，一直跟我分享。而我自己觉得我听明白一切，这是很奇特的一个过程。Rene 对纸张并非一见钟情，他是在地人，自小看着家中长辈回收布料来制作纸张。他却选择到外地干建筑和农活，后来经济衰退，失业回家，恰好碰上小镇被冠上书镇的名号。书镇需要造纸，
他觉得重拾祖业是命运安排。这些年所造的纸逐渐有名气，有外地人邀请他搬到别的地方去开工作坊，都被他拒绝了。Parce que Redus, c'est ma famille. C'est tout simplement, nous sommes, le village est une famille. Et bien pour moi, ça reste une famille, c'est tout point la ligne. 做书用好纸是对作者和文字的一种敬意。捞浆这个步骤能决定纸张的好坏。捞浆的动作要精准，棉的纤维才能以完美的方式自然交织。Bon, on va quand même t'expliquer un petit peu, Danny, parce que le gros problème que tu as, c'est que tu lèves la forme comme ça, sans bouger. Tu dois faire. 军伟没有抖动筛网，纤维变成一团一团的。动作要很快，要不然的话，它上面的这个条纹就变得很不一样，不规则。它应该是要非常平坦的。再试一次。2、3 ，Stop。这一次似乎好一些。棉花比较均匀，而且很平坦，就不会像一层一层或者是一团一团这样子。可是老师好像不是最满意。Je vais te montrer. 毫不犹豫毁掉军伟的纸。No！ 哎呀，好好做，一层纸张现在又要再来过了。老师相信多练习一定越来越好。我以前其实也有过造纸经验，在3个不同国家都尝试过，只有人类告诉我说不行，我们再来过。Regarde. Oh, Voilà. Mais après, je peux aussi bien revenir. Non. 师傅就是师傅，你看，师傅做的多薄啊！他对我的要求，其实就在了表现他每一篇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身在电脑时代，坚持造纸不容易。Mais ce qui me tient le plus à cœur, c'est de dire que le papier doit rester. L'Internet, il faut toujours de l'électricité pour regarder ce qu'il y a dessus. Parce que le livre, tu vois, il laisse une trace. Un ordinateur, il ne laisse rien. Tu vois, les gens, il faut les faire revenir au livre. If you can only keep one book with you,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C'est ce qui me tient à cœur,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人类送了我很多礼物，他又送我书，又送我书签，又送我钥匙扣。可是我觉得他送给我更多看不见的东西，是对于生命的一种热情，对于纸张的一种执着。雷渡之旅走到这里，军伟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和爱书人在文学分享会上对话。他选择的一个载体是法国名著《小王子》。这一趟来到雷渡，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很喜欢的书，我碰到了我很喜欢的人。它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像小王子说的，你要用心才能够用眼睛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I have a collection of about 40 little prin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So I thought maybe we can do a little mashup, present it as an audio experience. That would be lovely. That would be great. Yeah. Very good. 军伟选读狐狸要和小王子交朋友的那一段。Actually, it's nice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foxes in the neighborhood. Really? Foxes? The first line is good morning. Here I am under the apple tree. Under the apple tree, and then I'm a fox, and then I cannot play with you, I'm not tamed. 3人选了4句狐狸的话，以法语、荷兰语和华语搭配朗诵，每个人演绎一个狐狸的个性。Aggressive fox. Okay, aggressive fox, and your fox is sweet fox. Okay, mine is a cunning fox. Bonjour. Goedemorgen. 早安。Je suis là, sous le pommier. Hier ben ik, onder de appelboom. 我在这里，在苹果树下。Je suis un renard. 雷渡这一带有狐狸出没，军伟就想到，不如到镇上以外的地方走走。能看到狐狸的话，就能加深他对小王子的感受了。这几天，军伟看到背包客途经雷渡，要走到邻国卢森堡。狐狸没有看到，不过让他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人。
他的整个形象像是一个从童话故事书当中走出来的一个巨人，留着胡子，然后彪形大汉。I think each of us need to have moment with people and moment of quiet. When I came here, I could be a bit quiet. 腼腆的壮汉告诉军委，这里的大石块是独有的，别的地方找不到。静下心就能看到平日不见的微小世界。And I also like to see something on the leaves.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this, where is she? Like a moss. Just here. You have a kind of face. Right, eyes. right. Two eyes, Two a little eyes. nose. The mouth is by the side. Yes. Yeah. Just like an expression. Xavier 在雷杜附近出生，在首都布鲁塞尔生活过，后来带着伴侣和孩子一起搬到雷杜，开了一家小店。Do you se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 and nature? Books are made of wood, made of cotton, made of paper. So yes, there is connection between. And I think reading is kind of quiet activities. Nature is kind of quiet activities also. 不过，热爱自然的 Xavier 还有另外一面。他从事平面设计，在雷杜开的小店比较另类，架子上的书籍并不整齐摆放，四处又暗藏一些出其不意、吸引眼球的创作，这都是他用旧书做出来的。书不只是文字或图像，更饱含创意元素。Are you gonna cut out of the books? Yes. No. Yes. 雷杜怎么会有这么不爱惜书本的人？雷杜小镇的古怪人物颠覆了军委的想法，他该如何重新找到立足点？哇，速度越来越快！天哪！话说，比利时著名的《丁丁历险记》，1950年代推出了《奔向月球》和《月球探险》这2册漫画，比人类真正登上月球提早了10几年。比利时的书镇雷杜就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航天总署基地，设施在55年前启用，现在是总署的网络安全及教育中心。军委拜访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欧洲太空中心的科学馆兼主题公园，专门推广航天教育。从雷杜开车过去只需要15分钟。欧洲太空中心拥有全欧洲最齐全、供玩乐的航天模拟器，也举办航天夏令营等亲子活动。军委想当1天太空人。不过导览员好像知道新加坡人爱吃，先带他去吃太空餐。This is your it's hard. I told you it's all dried up. 它很脆，要费点力气去咬。可是当它融化了之后呢，就好像是在吃雪糕那样。White once, green twice. 吃完雪糕，简单检测一下反应力。马上就让军委去用太空厕所。What is this? A toilet bowl? So this is a space underwear. Yeah, kind of. 请看，焦点就在这里了。体验站是要让人试试在太空如厕有多不方便。太空马桶好小，穿上做了记号的裤子，军委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那种瞄准的功夫。上厕所为什么会有摄像头 Right. I gotta find the cross. See? Yeah, and the cross has to be in the middle. Oh my gosh. Oh, okay. Wait, maybe I didn't position it correctly. Oh, And you failed. You failed. Oh dear. I didn't do my business correctly. Now you have to clean up your mess. Oh no. 早期的航天技术不比现在先进，太空人容易出现定向障碍，完全失去方向感。哇，速度越来越快！天哪！天
天昏地转，然后我抓的时候一直感觉好像抓不牢，尤其是它速度加快的时候，刚开始有点晕，很想吐。太空人的致命考验是在升空的时候。That's the space rudder. Okay. I was talking to you about. This i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Yeah, my favorite one. 太空梭升天的过程中，太空人要承受2.7倍的地球重力。The faster it goes, the more you need to lean forward. Whoa, OK. Whoa. 重力如果到9倍，人就会昏过去。你的感觉是一半漂浮在空中，另外一半其实动弹不得，很奇特。军委发现，太空探索激发人们求知的精神，勇敢地往未知前进，与书的作用是相同的。航天之旅到这儿，该回到地球的书香世界。后天，小镇雷度要举行一个文学嘉年华，结合歌唱、跳舞和野餐，以多元表演的形式来推广阅读。这种新颖的方式，军委的新朋友 Xavier 就非常喜欢。他以前搞平面设计，善于更创意的去应用纸本书，将书里的图文剪下来，重新创造成拼贴，这就是 Xavier 应用旧书的其中一个方法。So, Danny. Yes. 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You shine, I'll reflect. Are you gonna cut out of the books? Yes. But it's so beautiful. Yes. If I don't make college, these books go to the garbage. Xavier 只使用状态不好、不能卖的旧书。Oh, that's nice. 他选用的是一些旧的杂志。图案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但并不表示说它们只应该留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外袍，这造型其实也很像山峦，所以他现在剪出了一些在滑雪的人，然后再把这些人拼贴到这上头去，就变成了另外一番风景了。军委和 Xavier 各自做一副拼贴。It's a training. As more as you make college, as more the ideas come. 书本能够重新被诠释，是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字和图像，人人可创意使用。我很欣赏他通过拼贴的方式，为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给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不是太直接，不是跟你硬碰硬的，而是让你看了之后会心里一笑，突然间理解了啊。这是他的意思。I like that pose. Yeah, finding the other arm. I can think of how we are masking ourselves. Yes. Right? 军委生平第一个拼贴，在他咬紧牙根把书毁掉之后完成了。This is a person who is trying to improve himself, trying to get over struggles and hurdles, but in the process he might hurt himself. That's why there's the presence of the architecture. It's a difficult uphill task. These words are 超越. Can you try it? 超越. So you need to put in extra effort into going beyond. Nice. Yeah. 同样的创意思维展现在推动与众不同的文学活动。活动名为“文字的声音”，借助听觉，把人们再度引回书的世界中。我们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探索想象是没有局限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念头绝对不可以抹灭掉。军委和约翰夫妇为呈现法国名著《小王子》做最后准备。我们坐下来一起朗诵，用不同的文字。约翰念的是法语，安蒂尔念的是荷兰语。我突然间真的感觉到语言的美妙，还有新发现友情的珍贵。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我们用心的去表演。
用心的让别人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可以在一起，为了书，为了阅读，为了声音，做一场奉献。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Danny. I'm a television presenter from Singapore. We're going to do a little performance right here. It's going to be interactive with the audience. C'est une performance interactive. Can you read what I show you? Okay, ready? 1, 2, 3. Thank you for opening your hearts, your minds, and your ears for our next present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Little Prince and his foxy friends. Bonjour, je suis là sous le pommier. Goedemorgen, hier ben ik, onder de appelboom. 早安，我在这里，就在苹果树下。 Je suis un renard. Ik ben een vos. 我是一只狐狸。 Je ne puis pas jouer avec toi, je ne suis pas apprivoisé. 我不能够陪你玩，我还没有被人驯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的其他小男孩都一样。我不需要你，而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跟成千上万其他的狐狸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 那么我们就会互相需要对方了。如果你驯服了我，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金黄色的小麦会让我想到你的头发，那我也会爱上从麦田那里吹来的风声。